大家好，我们是随阳随报。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这一次要介绍的是全世界都引颈期盼的《复仇者联盟4》上映之前，漫威的最后一部作品《惊奇队长》（Captain Marvel）。因为今天的介绍呢会讨论到剧情，如果你不想要被爆雷的话，建议你先看了电影之后再来看这支影片。但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借由讨论剧情来分享心得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不过在那之前，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影片上线时的通知咯。在《复仇者联盟3》片尾的彩蛋里 ，Nick Fury 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化为灰烬时，心里觉得不妙，赶忙拿出了某一个装置，送出了一个像是求救的讯号之后呢，也跟着灰飞烟灭。当时这个彩蛋就已经预告了那个装置的主人即将登场，也就是本集的主角惊奇队长。这部电影主要是在叙述惊奇队长这个角色的起源，因此今天的影片我们想要先专注在惊奇队长跟 Nick Fury 这两个人身上，以及他们的经历教会了我们的事。而作为一部在漫威电影宇宙时间轴上颇为早期的作品，这部电影里面让我们看见了许多其他作品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或是元素，因此影片的下半段我们会整理出这些亮点以及彩蛋，让你在看片的时候能够更清楚这些元素彼此之间的关联。时间是西元1995年，我们看到女主角 Vers 在外星种族 Kree 的母星哈拉上醒来。6年前的一场事故让她失去了以前所有的记忆，只有偶尔在睡梦中会看见的零碎片段，以及一位想不起是谁的女子。接着我们看到 Vers 在向自己的导师兼领导人 Young Rock 寻求开导时， Young Rock 借训 Vers， 希望他能够摆脱过去，成为最好的自己，并且专注于效力 Kree， 消灭敌对势力。接下来，在一次的任务中 ，Vers 被敌方 Skrull 抓住，在逃脱时呢，坠落在地球上。孤立无援的 Vers 一方面要适应地球这个陌生的环境，一方面还得要对抗同样坠落到地球上、善于改变外形的 Skrull 新人。此时呢，出现在 Vers 面前是隶属于神盾局的干员 Nick Fury。那个时候的神盾局还没有接触过什么外星生物，因此从天而降的 Vers 可以说是 Fury 首次的第3类接触。在和 Fury 的互动中 ，Vers 渐渐地发掘出了自己的过去。原来呢 ，Vers 的本名叫做 Carol Danvers， 曾经是地球上一名美军的飞官。他的直属长官 Mar-Vell 呢，则是一名来自 Kree 的科学家，在地球上进行一项以宇宙魔方为核心的研究。在一次攻击事件中 ，Mar-Vell 身受重伤，在身亡之际呢，他要求 Carol 破坏研究成果，但却引发了一场爆炸。爆炸的结果导致 Carol 失忆，但却也吸收了来自宇宙魔方的力量。失去了记忆的 Carol 呢，被带回了 Kree， 在 Young Rock 跟 Kree 的领导至高智慧的操弄之下 ，Carol 成为了替 Kree 消灭的一员。但在 Carol 的潜意识里，他还是隐约记得自己以往的片段，也一心希望能够找回自己的过去。随着剧情发展 ，Carol 见到了以前的挚友，也找回了以前的记忆。在 Fury 跟好友的帮助之下 ，Carol 下定决心要继承 Mar-Vell 的遗志，不让宇宙魔方落入 Kree 的手里，并且呢，要帮助一直以来受到压迫的 Skrull 新人找到自己的家。而这样的决定呢，代表着要跟自己一直以来信任着的导师 Young Rock 决裂。而在两人的对峙中 ，Young Rock 呢不断地试图说服 Carol， 说只有 Kree 能够释放他所有的潜能，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Young Rock 告诉 Carol， 他身为地球人的一切本能，包括了冲动、情感跟情绪，都是会阻碍他的东西，他应该要试着摆脱来证明自己。但 Carol 呢，此时却想起了自己从小到大所经历过的一切。就是因为他曾经脆弱过、失败过、跌倒过，才让他成为了今天这么坚强的人。所以他不需要摆脱那些过去，更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看着觉醒的 Carol， 我们明白了，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努力是为了自己与在乎的人。You don't have to prove anything to anyone. Work hard for yourself and those who you love. 看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宇宙魔方怎么又出现了呢？的确，在看片的时候，我们也稍微困惑了一下，所以让我们帮你快速恶补一下这个 MCU 常客的资料吧。宇宙魔方 Tesseract 其实就是6颗无限宝石里的空间宝石，具有能够移动物体、扭曲或是重新排列空间的能力。根据美国队长里的反派红骷髅叙述，宇宙魔方呢原本是阿斯加主神奥丁珍藏的宝物，不知道何故流落到地球上。在1940年代二战时期，被隶属于九头蛇的红骷髅找到，并且用它开发了许多武器。
为了要阻止红骷髅，美国队长跟宇宙魔方一起坠入大海深处，而红骷髅呢，则被宇宙魔方传送到 Mjolnir 星上，负责看守灵魂宝石，并在无限之战中和 Thanos 相遇。后来，钢铁人的爸爸 Howard Stark 在试图寻找美国队长时呢，找到了宇宙魔方，交由美国政府保管。而为了要研究宇宙魔方 ，Pegasus 天马机构成立，负责人为 Wendy Lawson， 也就是来自 Creed 的 Marvel。这样有比较清楚了吗？那我们要继续讨论电影了哦。你知道，在漫威横跨10年的电影宇宙里，这数十部的作品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角色，除了钢铁人跟美国队长之外，就是这位独眼的 Nick Fury 吗？身为神盾局长，他一手打造了复仇者联盟，经历过无数次的大风大浪，也见证了许多的英雄崛起跟陨落。他的行事十分利落，同时呢，也很擅长权谋。严肃的外表配上眼罩，不怒自威的形象，让人觉得好像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也总是对于所发生的危机呢有所对策。不止如此，他神秘的作风呢，甚至还常常让其他角色猜不透他到底是敌还是友，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因此，当 Nick Fury 在惊奇队长中以一个明显年轻许多、左眼尚未失明、对体制呢也还没那么悲观跟愤世嫉俗的形象出现时呢，让全场观众都大为惊喜。年轻时的 Fury 个性十分活泼，虽然一开始不太相信外星人的存在，但是在见证了 Carol 的能力以及会变身的 Skrull 新人之后，他不止立马改观，还决定插手 Kree 跟 Skrull 之间的纷争。在这个过程中 ，Fury 曾经多次面临到谁该相信谁又不该相信的难题，也曾经因为呢受到变身成为自己老板 Skrull 的欺骗而一度怀疑过 Carol。这部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呢 Skrull 新人拥有可以变化外形的能力，片中角色们为了要分辨彼此的真实身份时，都会问对方一些假冒者无法知悉的事实。因为根据设定 ，Skrull 新人在变身时只能够获得变身对象近期的记忆，所以以前发生过的事，或是没有其他人会知道的事呢，就比较能够用来判定真假。例如 Carol 就曾经要 Fury 举一个自己的怪癖，而 Fury 的回答是呢，如果吐司面包对角切了，他就无法下口。虽然这个桥段的用意呢是为了增添幽默，但其实却暗藏了一个做人处事，特别是在敌我难辨的情况下非常有用的技巧，那就是沟通。不管是在漫威电影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曾经看到过有很多的冲突，都是在双方还没有经过深入沟通，就先入为主的把对方视为敌人，接着呢就直接采取武力。而电影透过问答的方法，很有趣的提醒了我们，沟通与了解是一种能让敌人变成朋友的有效方法。One effective way to turn an enemy into a friend is by communicating and understanding. 作为漫威电影宇宙第3阶段的倒数之作，惊奇队长呢相当有诚意的带给了观众许多惊喜。我们在这边整理了几个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亮点与彩蛋，而如果你有发现更多的话，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哦。首先呢，为了纪念去年过世了的漫威之父 Stan Lee， 这部片的片头一改以往由各个超级英雄所组成的 Marvel 字样，改为全部由 Stan Lee 历年来呢在漫威影视作品里面的客串画面。接着一行小字写着 Thank you Stan， 立马呢让全部观众红了眼眶。而 Stan Lee 熟悉的身影呢依然有出现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眼尖的观众不妨找找看他在哪里哦。另外 Nick Fury 呢因为左眼失明，一直以来都戴着一个让人不敢直视的眼罩。在特写镜头时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眼罩之下有几条颇深的疤痕。每一次看到这里，我们都不免猜想，到底 Fury 是经历了怎么样的危险，才让他留下了这么深的伤痕？但是在电影里面，我们却发现，原来他的眼睛呢，竟然是被惊奇队长的爱猫 Goose 给抓伤的。看着片中 Fury 跟猫咪可爱的互动，再想到呢他在其他片中戴着眼罩的狠劲，那一股反差真的是太有趣了。身为本片的大亮点，喵星人 Goose 呢，其实也有一些秘密。首先，他的名字 Goose 是来自于阿汤哥主演的经典作品《捍卫战士》中男主角的伙伴。因为惊奇队长前身是一位美军飞官，这个设定呢就是在向前作致敬。而随着剧情发展，我们也发现 Goose 呢原来真的是外星人。他的种族 Flurkin 是一个不管外形或是行为都跟地球的猫十分相似的外星生物。而它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会从嘴巴伸出有如章鱼一样的触角，把东西吞下，并且存放在它们那藏有异度空间的肚子里。另外，这部电影里也出现过几位在其他漫威影视作品里面活跃的角色，像是十分有观众缘的 Phil Coulson 探员，
星际义工队的反派 Ronan 跟他的手下 Korath 在这部片呢都以较为稚嫩的形象露脸。除此之外呢，美国队长第一集的完整片名其实是 Captain America: The First Avenger， 也就是第一位复仇者。但是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才发现复仇者联盟这个计划的名字，竟然也是 Nick Fury 在惊奇队长这一次的经历之后得到灵感而取的。所以严格说来，惊奇队长呢，或许才是复仇者联盟里面的第一个成员啊。而本片最大的惊喜，应该就是片尾的第一颗彩蛋了。时间推进到复仇者联盟3之后，宇宙间半数的生命死在 Thanos 手上。幸存的复仇者们聚集在一起，想要知道 Nick Fury 死前所传送的讯息到底给了谁。此时呢，惊奇队长出现，电影画下尾声，也象征着他即将加入复仇者们，在终局之战中携手对付 Thanos。如同刚刚提到的，这部电影呢有许多的亮点，不管是活泼可爱的 Nick Fury， 身手了得的惊奇队长，有如机动战士钢弹一样华丽的宇宙战争场面，还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喵星人，都让整个观影的过程呢十分欢乐。不过或许是因为相同的套路呢已经出现过许多次，因此片中有一些剧情的发展呢都不难预测，也让这一部作品相较于其他几部新的英雄的起源本传，少了一丝原创的新鲜感。虽然电影大部分的剧情都跟《复仇者联盟3》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片尾的彩蛋呢，却让我们大为兴奋，也非常期待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以及惊奇队长接下来的表现。如果你也是漫威的支持者的话，一定会喜欢这部作品，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每周都会有新影片上线，不想错过的话，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要按下小铃铛哦。